布拉德·皮特1963年12月18日出生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在密苏里州长大。父亲是卡车公司经理，母亲是学校辅导员。1986年，在距离大学毕业仅剩2周时，他收拾起所有东西，毅然辍学，前往好莱坞追梦。他骗父母说去参加帕萨德纳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刚到好莱坞的他，最初只能靠穿卡通人物服、发传单、开家常轿车，以等待成名的机会。1987年，他以临时演员的身份参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无主地》，这是他演艺生涯的起点，角色戏份极少。1988年，25岁的皮特主演了个人第一部电影《进入校园》，这是一部 B 级恐怖片作品。他在片中饰演高中生德怀特·英格尔，一个表面上是校园中的阳光坏小子，但干净外表下又暗藏危险气息，与连环杀人事件若即若离。尽管影片票房惨败且评价2级，但这部电影确实是皮特从临时演员转型的重要跳板，直接助力他在第2年获得《末路狂花》的参演机会。1991年，他在犯罪电影《末路狂花》中饰演充满野性魅力的浪子 JD， 利用性感外表和挑逗手段引诱女主塞尔玛，仅15分钟戏份便以痞帅气质和充满张力的表演引爆好莱坞。尽管只是配角，但皮特的浪子形象仍助他从临时演员一跃成为好莱坞瞩目的新星。1992年，他在电影《大河恋》中饰演天性自由、桀骜不羁的渔夫保罗·麦克林恩。他是牧师家的小儿子，热爱用独创的艺术性方式钓鱼，拒绝循规蹈矩，却因沉迷赌博走向悲剧。皮特通过慵懒的肢体语言和矛盾的情绪层次，展现了角色自由与毁灭交织的复杂性。影片是皮特首部担纲重要角色的作品，获得了第65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并提名最佳改编剧本与配乐。1994年，他在经典电影《燃情岁月》中饰演狂野不羁、充满原始生命力的西部浪子崔斯汀·路德洛夫。崔斯汀是印第安文化养大的自然之子，兼具野性与深情，与苏珊娜的禁忌之恋充满宿命感。他的狂放性格最终导致爱情悲剧，间接强化了影片对自由与牺牲的探讨。影片是皮特早期演技标杆，获得1994世界电影年奥斯卡最佳摄影奖。配乐的《Ludlows》成为经典。同年，他在《夜访吸血鬼》中饰演因丧妻之痛被转化为吸血鬼的忧郁贵族路易斯。他是具备人性光辉的吸血鬼，拒绝吸血杀人，靠动物血液为生，内心充满对永生的悔恨与道德拷问。拍摄期间因全程夜戏，又在冬季伦敦的封闭环境中，皮特坦言痛苦到想退出，但还是因为4000万美元的违约金被迫完成。1995年，他在犯罪电影《七宗罪》中饰演冲动易怒却心怀正义的年轻警探大卫·尼尔斯，与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老警探搭档，追查连环杀人案。皮特将米尔斯的暴躁与理想主义完美结合，尤其结尾崩溃开枪的戏份，以爆发式演技展现了人性在极端愤怒下的脆弱。影片拍摄期间，制片方要求结尾以皆大欢喜为句号，皮特坚持支持导演大卫·芬奇保留原版黑暗结局的决定，甚至以罢演的方式向制片方抗议，才最终成就影史经典反转。影片全球票房3.27亿美元，成为犯罪电影标杆。皮特也凭借本片获得1996年 MTV 电影奖最性感男演员，影片获得最佳影片等奖项。同年，他在科幻惊悚片《12猴子》中饰演癫狂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兼精神病患者杰弗里·戈因斯。他是极端组织12猴子军的核心成员，表面疯癫，实则暗藏对消费主义和科技伦理的尖锐批判。皮特通过夸张却精准的演绎，展现角色的矛盾性，既像先知又像小丑，与布鲁斯·威利斯的冷硬形成强烈反差。这部电影也助力皮特首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及金球奖最佳男配角。1999年，他在《搏击俱乐部》里饰演充满反叛魅力的肥皂商人泰勒·德顿，实则是由爱德华·诺顿饰演的主角杰克分裂出的第二人格。他以狂野不羁的形象和煽动性言论，成为反消费主义的精神领袖，完美演绎从魅力领袖到失控疯子的转变。影片获得第71届奥斯卡最佳音效剪辑提名。虽然全球票房失利，但诺顿和皮特的成功演绎仍在多年后将影片逆袭成一代邪典神作。2000年，他在犯罪电影《偷拐抢骗》中饰演狂野不羁的爱尔兰吉普赛拳击手米奇·奥尼尔。这部电影，皮特主动降低片酬出演，并花数月学习吉普赛口音与拳击技巧，与杰森·斯
斯坦森的对手戏中，以慵懒的爆发力形成强烈反差。这部电影全球票房超8000万美元，打破英国影史票房纪录，被誉为盖里奇式暴力美学的巅峰。同年，36岁的皮特与詹妮弗·安妮斯顿结婚，被圈内视为好莱坞的金童玉女。2001年，他在犯罪电影《11罗汉》中饰演高智商盗贼团队的灵魂人物拉斯提瑞安。他是团队中的策略专家，负责装备筹划与行动协调，性格随性不羁，常以吃东西的细节展现角色的从容感。他与乔治·克鲁尼的默契配合成为影片核心看点。影片全球票房4.5亿美元，成为最经典的商业犯罪片之一。2004年，他在史诗级战争巨制《特洛伊》中饰演希腊第一勇士阿喀琉斯。他傲慢自负，却因表弟之死展现人性脆弱。他追求名垂千古的荣耀，却最终为爱情放弃战场神话。拍摄期间，皮特专门学习古希腊格斗术，用6个月高强度训练塑造雕塑般的体格，坚持实拍大部分动作戏份。片中单挑赫克托尔的9分钟长镜头被誉为影史冷兵器对决的经典。影片全球票房4.97亿美元，口碑2极分化，因删减神话元素引发原著党不满。2005年，他在电影《史密斯夫妇》中饰演表面优雅，实则身手狠辣的顶尖杀手约翰·史密斯，与由安吉丽娜·朱莉饰演的妻子简展开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婚姻与职业的对决。片中，皮特以痞帅绅士形象登场，完美平衡日常婚姻的慵懒与杀手任务的冷酷。动作戏兼具暴力与美感，与朱莉的化学反应极强，为观众贡献了一场血腥版情话故事。影片全球票房4.87亿美元，获得2006年 MTV 电影奖最佳打斗场面、NRJCIN 俄奖最佳动作片。皮特斩获 NRJCIN 俄年度最佳男演员等奖项。同年，因与安吉丽娜·朱莉戏里戏外的假戏真做，导致他与詹妮弗·安妮斯顿5年的婚姻关系破裂。虽然皮特曾公开表达对离开安妮斯顿的后悔。2006年，他在电影《通天塔》中饰演因婚姻危机与妻子前往摩洛哥旅行的美国丈夫理查德。理查德是深陷丧子之痛的中年男人，婚姻濒临破裂。当妻子在摩洛哥遭枪击重伤后，他在荒凉村庄中展现从冷漠疏离到绝望救赎的转变。影片获得7项奥斯卡提名及金球奖最佳剧情片。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将这部电影列为被低估的杰作，盛赞皮特的表演是用减法演绎复杂人性。2008年，他在现象级奇幻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中主演逆时生长的奇幻角色本杰明·巴顿，从衰老婴儿逐渐变为年轻男子，最终回归襁褓。皮特通过跨越年龄的演技，精准呈现本杰明从80岁蹒跚老人到20岁青年的身心变化，尤其借助 CGI 与化妆技术，将逆生长的视觉奇观与情感深度结合。影片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3项大奖。皮特也凭借此片提名了奥斯卡最佳男主。2009年，他在电影《无耻混蛋》中饰演带领犹太士兵小队以极端暴力手段报复纳粹的盟军军官阿尔多·雷恩中尉，角色充满荒诞与黑色幽默。皮特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以包头皮和刻纳粹符号等残忍手段震慑德军，兼具痞气与领袖魅力。他的暴力行为被导演昆汀处理为戏谑化符号，模糊了正义与复仇的界限。这部影片助克里斯托弗·瓦尔茨斩获第82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皮特虽未获奖，但他作为主演仍助力影片获得美国演员工会奖最佳集体表演等奖项。2011年，他在运动传记电影《点球成金》中饰演用数据分析颠覆棒球传统的奥克兰运动家队总经理比利·比恩。他是曾因传统球探体系葬送职业生涯的失败者，中年后以赛博计量学重组球队，用低成本阵容挑战资本垄断的棒球界。皮特通过疲惫的眼神和静默的爆发力，成功展现了角色内敛的变革者形象。影片获得6项奥斯卡提名，皮特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并斩获多项影评人协会奖。2013年，他在电影《僵尸世界大战》中饰演前联合国调查员盖瑞·雷恩，在末日丧尸危机中为拯救家人和人类而踏上全球冒险之旅。他也是兼具智慧与行动力的幸存者，以写实主义手法演绎末日求生，以邋遢造型强化氛围真实感。影片全球票房5.4亿美元，创皮特此前个人主演电影票房纪录，并获土星奖最佳惊悚电影及评论奖。
家选择奖提名。片中丧尸叠罗汉的场面成为影史类型片视觉标杆。2014年，他在战争电影《狂怒》中饰演二战末期的美军坦克指挥官唐克利尔。他是谢尔曼坦克狂怒号的指挥官，身经百战却疲惫不堪，信奉理想是和平，历史是暴力的生存法则。他冷酷训练新兵诺曼，又像父亲般保护战友，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撕裂感。拍摄期间，皮特为还原坦克兵状态，与剧组同吃住于封闭坦克内，学习二战老兵的真实经历，塑造出了疲惫而坚韧的战场老兵气质。影片全球票房2.1亿美元，片中的坦克实战场景被誉为影史最佳坦克战。同年，51岁的皮特与安吉丽娜·朱莉结婚，共同抚养6名子女。2015年，他在传记电影《大空头》中饰演隐居的退休银行家本·霍克特，因厌恶华尔街的贪婪，过着简朴生活，眼光具备顶级投资嗅觉。他指导2位年轻投资者操作做空交易，拒绝亲自参与，冷眼旁观金融泡沫，以内敛而充满张力的表演展现角色的矛盾。皮特虽然戏份较少，但本·霍克特的清醒与疏离成为全片哲学核心，呼应导演对金融荒诞的批判。影片获得第88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并提名最佳影片等5项。2016年，朱莉单方面提出离婚，指控皮特在私人飞机上酒后失态，并引发 FBI 调查。双方因子女监护权、财产分割展开长达8年的法律战，最终于2024年底正式达成离婚协议。2019年，他在《好莱坞往事》中饰演身手不凡却落魄的好莱坞特技演员兼战争老兵克里夫·布斯，是由莱昂纳多饰演的过气明星里克·道尔顿的替身兼司机，表面玩世不恭，实则忠诚可靠，默默守护里克的事业与生活。影片助皮特斩获第92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第77届金球奖最佳男配角，结束长达24年的奥斯卡陪跑。同年，他在科幻电影《星际探索》中饰演孤独的天才宇航员罗伊·麦克布莱德。他是典型的情感隔离者，因父亲早年失踪而封闭自我，心跳常年低于80次每分钟，冷静到近乎冷漠。他的太空任务既是拯救地球的使命，也是自我救赎的苦旅。影片全片近70%为独角戏，皮特仅靠眼神和微表情传递复杂情绪。导演詹姆斯·格雷称赞皮特的表演是玻璃属于明星的光环，成为了孤独的宇宙符号。2022年，他在动作片《子弹列车》中饰演代号瓢虫的落魄杀手，以黑色幽默和倒霉蛋形象颠覆以往角色，成为全片喜剧与动作的核心。这个自认霉运缠身的杀手，任务本是取回列车上的手提箱，却总因意外卷入多方势力混战，全程被动应对荒诞危机。皮特以慵懒又神经质的表演，平衡着角色的滑稽与犀利。导演大卫·雷奇笑称，皮特的表演像22岁的迷茫青年，将倒霉杀手演得既可爱又令人捧腹。同年，他在历史喜剧《巴比伦》中饰演默片时代的巨星杰克·康拉德，他是默片黄金时代的象征，纵情享乐却内心空虚。面对有声电影的冲击，他从傲慢抗拒到绝望接受，展现了好莱坞历史的残酷淘汰法则。影片获得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类电影提名。皮特通过酗酒颓废的造型和层次分明的情绪转换，将角色成功塑造成了默片时代最后的挽歌。不久后，皮特与32岁的珠宝品牌高管伊内斯在演唱会相识，两人年龄差29岁，但共享旅行、美食等爱好。目前两人感情稳定，但暂无明确结婚计划。2025年，他以62岁高龄在赛车巨制 F1狂飙飞车中饰演因事故沉寂30年的天才赛车手桑尼·海耶斯。桑尼曾是 F1传奇，因重伤沦为落魄自由车手，靠接零活为生，直到被老队友拉回濒临破产的 APXGP 车队。皮特通过颓废与锋芒并存的演绎，如冰水洗脸的孤独、雨战中嘶吼指挥的爆发力，展现角色从自我放逐到重燃斗志的弧光。拍摄期间，皮特亲身上阵，完成80%高危驾驶镜头 ，IMAX 实拍中精准操控时速300公里的赛车。影片全球首周末票房1.44亿美元，跻身年度好莱坞电影口碑 TOP 3。同时，影片以汉斯季默配乐、真实赛道实拍及 F1技术顾问刘易斯·汉密尔顿加持，被誉为极速车王后最佳赛车电影。布拉德·皮特的人生是从《末路狂花》里的15分钟到《好莱坞往事》中奥斯卡加冕的传奇征程，用30年光影撕碎质疑之声，以搏击俱乐部的癫狂、本杰明·巴顿的深邃，将演技荷尔蒙淬炼的精益求精。
他创立 B 计划影业，捧出3座奥斯卡最佳影片，终以62岁高龄驰骋 F1赛道，证明真正的巨星永不熄火。